印度海军曾经是亚洲唯一拥有航母的海军，但是3下5除2，印度就只剩下1艘航母了，而中国却有了2艘。至于中国海军很早之前就装备了的导弹核潜艇以及攻击型核潜艇，印度恐怕是连想象的资格都没有。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期的话题是美国大规模的扩建安达曼尼科巴岛。最近呢，国外的媒体报道，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孟加拉湾上的安达曼尼科巴岛，穆迪还亲自访问了这里启动了互联网、电力、旅游之类的项目。最近这个群岛还开始部署各种各样的气象观探测设备，要开发旅游区。安达曼尼科巴岛呢，位于孟加拉海湾的偏东的位置，在缅甸海岸线的正南方，离印度的东海岸呢还相当远。印度占据这片群岛多少是有点不合理的，但是作为既成事实，国际社会也就只能接受了。安达曼尼科巴岛的位置相当重要，它正好处于马六甲海峡的西端的出口的正面。最北端呢，距离缅甸只有22海里；最南端的因迪拉岛距离印度尼西亚也只有90海里。如果是美国海军占据了这片群岛，那锁死马六甲海峡就非常容易了。印度实力是极其有限，仅仅在安达曼尼科巴岛上部署了航空反潜部队和海上巡逻部队而已。在美国制造的 P8I 海上巡逻机进驻之前呢，这个军事基地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 P8I 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安达曼尼科巴岛基地的海上监控能力，特别是这个 P8I 可以携带反潜鱼雷和反舰导弹，具有不可小视的火力还是有一定威胁的。现在印度不仅仅是想把这个群岛巩固成军事要塞，军事设施是要花钱的，但是如果在岛上发展起经济来，那就可以赚钱，还可以有效的支持军事基地的运行和军人的生活，降低军事活动的成本。印度在岛上搞经济建设，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开发旅游事业，这都是印度自己的事情。但是印度搞这些建设活动的理由还是准备给中国找麻烦。我们很难理解中国商船怎么就影响印度的航行自由了呢？中国比其他的任何国家都支持印度洋和马六甲地区的航行自由，因为中国需要通过印度洋向西亚、向非洲和欧洲出口货物，从波斯湾和非洲运回石油和矿产，同时从欧洲进口机器设备等等等等。印度用航行自由为借口来加强安达曼和尼科巴岛的军事建设，是另有目的的。印度自建国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但是1962年战争的惨败让印度人是耿耿于怀。中国的快速崛起让印度人复仇梦碎，于是时时处处瞄着中国，那哪怕恶心一下中国也是好的。无奈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实力不济，全靠做梦。印度海军与中国海军完全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军队不但主力舰的数量远远不如，而且每一条战斗舰艇除了这个船壳之外主机雷达武器系统几乎都要从国外引进。印度海军曾经是亚洲唯一拥有航母的海军，但是3下5除2，印度就只剩下1艘航母了，而中国却有了2艘。至于中国海军很早之前就装备了的导弹核潜艇以及攻击型核潜艇，印度恐怕是连想象的资格都没有。如果仅仅是从军事的角度搞个兵器推演，中国海军完全有能力一直穿过马六甲海峡，把印度部署在孟加拉湾和东海岸的海军力量一扫而光，然后在孟买登陆，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下的地面部队会师新德里。当然除了当年的大英帝国，谁对那个同时用手指头吃饭和开屁股、信奉喝牛尿治新冠病毒的民族感兴趣呢？所以印度搞这些小动作是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印度要是坚持把两国关系推向战争，那么第一个吃炸弹的指定不是安达曼和尼科巴岛，而是距离西线边境只有300多公里的首都新德里。这种战争印度能打赢？我不相信。